钱红艳这种个人主播在平台直播带货的收入是可以个人直接从平台申请提现的，但是这笔钱都是税前，需要主播自行报税。但钱红艳因为舍不得丢掉大笔收入，所以还从来没有报过税。现如今税务部门也找上门来，他一下子也慌了起来，只能连忙撒谎道：同志，你也看到我家的情况了，我家里确实有2个瘫痪在床的病人需要照顾，还有一个年迈的老人需要养着，平时确实忙得晕头转向，一时间就没顾上。说着他灵光一现，连忙又给自己找补，您看我直播带货其实也没多长时间，拢共也就个把月，其实我是打算等忙完这几天就赶紧去报税的。税务部门的工作人员知道他肯定是在撒谎，但是正像他说的那样，他直播带货也不过才刚刚1个多月，他如果说他忘了，或者一时间忙得顾不上报税，税务部门也没有什么办法证明他是故意偷税。于是税务人员便给了他一个台阶，你的情况我们也确实了解了，确实是有一些客观因素，所以我们就不追究是否存在偷税了，你只需要按照你的实际收入尽快申报个税即可。钱红艳下意识地问道：咱们这个个税的税率是多少啊？税务人员解释道：你这种直播带货属于劳务报酬，劳务报酬属于公民综合所得，在汇算清缴之后，税率是用3到45的个税比例，鉴于你的金额已经达到最高档，所以是用45这一档。啊，钱红艳当时哭丧着脸，45啊，这也太多了。税务人员认真道：钱红艳，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是每个公民的义务，而且我们的个税在全球范围内并不算高，欧洲和日本的最高档个税都在50以上，美国也是45。钱红艳想死的心都有了，但是他在关键时刻还是能捋清局势的，心中暗忖，既然我的收入都曝光了，缴税肯定是必不可少的，那些偷税漏税的明星和主播基本上都没什么好下场，我肯定也一样，而且我这算是运气不那么坏的了，毕竟我赚钱时间短，可以用忘了交税或者暂时没时间缴税的借口给自己找补一下，不然的话到时候补税加罚款金额只会更大。一念至此，钱红艳只能老老实实的点头说道：我愿意交税，我愿意交税，等我出去我就第一时间交税。此时的钱红艳心里想着，就算自己断了收入，又补交了所得税，自己起码还有几百万的现金在手，虽说相比自己之前几亿几十亿的幻想要少了很多，但是几百万拿在手里也足够自己生活了。税务人员见他态度还不错，便叮嘱他一番之后先行离开了。而钱红艳此时也像是刚刚躲过一劫一样，瘫坐在审讯椅上，长出了一口气。警员见此冷声说道：钱红艳，我说句心里话，你要感谢那个曝光你的马兰，今天曝光你，让你悬崖勒马，你才不至于铸成大错。钱红艳听完这话，心里自然是不服不忿的，她不禁暗想：马兰那个臭娘们，她断我的财路，还想让我感谢她，我不找机会杀了她，都对不起我自己。警员见她一脸郁闷，便开口道：你是不是以为我在跟你开玩笑？实话告诉你吧，他曝光你的那个视频我们都已经看过了，你说准备让你老公装作得了胰腺癌，让你儿子装作得了尿毒症，还让你婆婆装作哭瞎了眼。你现在之所以能够只拘留10天了事，是因为你老公和儿子确实瘫痪，我们没法给你定义为诈骗罪。如果你真按刚才说的那么做了，那可就是妥妥的诈骗罪了，到那个时候说不定法院会判你10年。啊！钱红艳整个人惊恐不已地说道：会判10年那么久吗？警员淡淡道：一旦定性为诈骗罪，那你这涉案金额就已经是数额特别巨大了，起步刑期就是10年，还要连带没收所有的非法所得。要是这段时间你的金额又有增长，肯定会判个10几年甚至更久。钱红艳顿时吓得目瞪口呆，她没想到
不过就是在直播带货中卖惨，竟然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甚至还会触及刑法。可是虽说是马兰间接帮助钱红艳悬崖勒马，但是钱红艳却丝毫不能原谅他，他还在心中暗暗发誓，等出去之后一定要想办法找马兰报仇。与此同时，钱红艳的视频还在互联网上发酵，越来越多在钱红艳直播间买过东西的人看到曝光钱红艳的视频，一下子义愤填膺。他们原本是出于同情才在钱红艳的直播间下单购买商品，而且商品的质量很差，早就让他们非常不满意。但出于对钱红艳的同情，他们之前也一直没有要求退货。但是如今，当他们看到钱红艳的视频，看到钱红艳的丑恶嘴脸，甚至看到钱红艳把自己这种衣食父母视作冤种的时候，他们心里也十分不满。于是很多人开始找到官方，希望能够退掉那些从钱红艳直播间购买到的东西，同时也希望平台能对钱红艳加以重罚。短视频平台的运营团队在燕京总部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中高管们一致认为，平台必须尽快给消费者一个满意的答复，不但要有效平息他们的怒火，同时还要对钱红艳的行为进行严厉惩处，以让其他主播引以为戒，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于是集团的首席律师提出一个建议，他觉得应该由平台对这些消费者做出先行赔付，将所有消费则在钱红艳直播间购买过的订单全款返还。钱红艳直播间的总成交额大概在6000多万人民币上下，这么点钱对平台来说只不过是9牛1毛。除此之外，平台要在先行赔付之后，再向钱红艳以及那些请钱红艳带货的商家进行追讨，要求他们来承担这部分费用。如果他们拒不承担，就对他们进行起诉，一旦胜诉，他们就必须做出赔偿。如果仍旧拒绝，平台还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如此一来，钱红艳必须将自己直播带货的所有收入全部赔出来，一旦拒赔，就会受到法律制裁，这样也能极大地震慑其他直播带货的主播。刚被送往看守所的钱红艳心里还在庆幸自己出去补税后，起码还能保住一半的收入。但他不知道的是，他赚到的每一笔钱都将一分不少地退还回去。本期视频结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